離開咗維滕貝格之後，我哋一路向北開車，大概2個鐘頭到呢，就嚟到德國嘅首都柏林 Berlin。柏林對於我嚟講有特別嘅意義。喺2009年，我第一次踏上歐洲大陸就係嚟柏林呢度玩咗4日之後就翻去 New York。嗰個旅程令到我愛上咗歐洲，以至日後成日翻嚟歐洲各國周圍玩。柏林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237年。當時係位於2條河流交匯處嘅2座中世紀貿易小鎮柏林以及科倫 Köln。後來呢2座小鎮就合併成為一座重要嘅城邦。15世紀起，柏林成為勃蘭登堡侯國 Brandenburg 嘅政治中心。到咗1871年德意志帝國統一，柏林就成為全國嘅首都。19世紀工業革命嘅浪潮之下，柏林迅速發展成為現代化嘅大都市。鐵路、工業以及公共建設蓬勃發展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嘅移民以及知識分子。進入20世紀初，柏林已經係世界第3大城市，文化藝術空前繁榮。但係到咗1933年納粹掌權，柏林成為極權統治嘅中心，猶太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遭受殘酷嘅迫害。2戰末期，整座城市幾乎喺民軍轟炸以及蘇聯軍隊攻勢之下被夷為平地。戰後嘅柏林被美、英、法、蘇4國分區佔領，最終分裂成為東柏林以及西柏林。1961年，柏林圍牆聳立而起，成為冷戰分裂嘅象徵，亦都將柏林一分為二，長達28年。直到1989年11月9號，柏林圍牆終於被人民推倒，象徵冷戰結束以及德國統一嘅曙光。1990年，柏林再次成為德國首都，並且喺1999年完成將所有聯邦政府部門搬到柏林嘅工作。此後嘅柏林致力重建，唔單止復修國會大廈以及博物館島等嘅歷史地標，亦都積極發展創意產業以及多元文化，蛻變成為一座國際化嘅現代都市。今日嘅柏林擁有370萬人口，唔單止係德國嘅首都以及最大嘅城市，更加係歐洲政治、歷史以及文化交錯嘅縮影。波茨坦廣場位於柏林市中心，喺19世紀初，呢度係通往波茨坦嘅要道。隨住鐵路嘅開通以及城市發展，呢度逐漸成為歐洲最繁忙嘅交通樞紐之一，高樓林立，百貨公司及劇院雲集。當時係柏林現代都市生活嘅象徵。喺2戰期間，廣場喺民軍轟炸裏邊差唔多全毀。1961年起柏林圍牆嘅時候，圍牆啱啱喺呢度經過，將呢個地方一分為2，變成咗荒蕪嘅死亡地帶。德國統一之後，政府以及多間國際企業投入重建計劃，重新建設呢個地方。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館位於柏林市中心，係為咗悼念喺納粹大屠殺中遇害嘅600萬猶太人而設立嘅國家級紀念場所。紀念館喺2005年落成，所在嘅區域過去曾經係德國納粹政府嘅核心地帶之一。地面設有2711塊高低不一嘅灰色混凝土石，營造出一種沉重、迷失以及不安嘅氛圍，提醒後世唔好唔記得歷史嘅教訓。石陣嘅地底係資訊中心，展出納粹屠殺嘅歷程、遇害家庭以及姓名嘅資料。阿飛行咗去邊度啊？喂，點揾啊？喂，唔好，頭先嗰個係咪佢嚟嘅咧？又唔見咗咯。好，但係仲未曾揾到阿飛去行咗去邊度嘅。
勃蘭登堡門 （Brandenburg Gate） 喺1788至1791年間建造，原本係柏林城牆嘅一部分，以紀念普魯士喺7年戰爭中取得嘅勝利。而家佢係柏林以及德國嘅標誌，見證咗德國、歐洲乃至全世界好多重要嘅歷史事件。勃蘭登堡門採用新古典主義風格，靈感來自雅典衛城，建築由12條柱支撐。佢嘅頂部係4馬戰車雕像，由和平女神駕駛，後來象徵勝利。1806年，拿破崙率領法國嘅軍隊以征服者嘅身份，通過曾經象徵普魯士勝利嘅勃蘭登堡門進駐柏林，佔領咗普魯士。同年，法國將勃蘭登堡門上面嘅勝利女神雕像拆咗落嚟裝箱，作為戰利品運咗返巴黎。一直到1814年拿破崙宣布投降之後，雕像先至返到柏林。1860年代，柏林開始拆除城牆，但係因為勃蘭登堡門嘅重要歷史意義，所以得以保存。1933年，希特拉被任命為德國總理，德國納粹衝鋒隊嘅遊行隊伍由勃蘭登堡門通過，慶祝希特拉掌權，開始納粹統治。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後關頭，勃蘭登堡門喺柏林戰役裏邊遭到嚴重損壞，蘇聯嘅紅軍穿過勃蘭登堡門攻入柏林，並且喺勃蘭登堡門勝利女神上邊撐起咗紅色嘅旗幟。喺冷戰東西德分裂時期，佢位於東西柏林嘅交界，被柏林圍牆封鎖咗28年。1989年圍牆倒塌之後，佢成為德國統一以及歐洲和平嘅象徵。我而家考唔到啊，架單車太細啦。俾小朋友㗎。呢度有呢啲講呢個烏克蘭嘅呢個戰士嘅嘢啦。咁咧點解會擺喺度咧？佢頓時發現原來對面就係俄羅斯領事館啦。喺柏林以及前東德地區嘅行人紅綠燈上邊，你會見到一個戴帽嘅小人，呢個就係廣受大家中意嘅東德交通標誌小人 Ampelmännchen。呢一個標誌性嘅圖像由東德交通心理學家喺1961年設計，佢嘅目的係提升行人交通燈嘅識別度以及安全性。當紅燈嘅時候，呢個小人就會平舉雙臂，好似喺度阻擋行人通過，唔俾你哋過馬路。而綠燈嘅時候呢，個小人就會邁步向前，象徵允許通行。佢嘅設計簡單，特別適合細路仔以及長者理解。Ampelmännchen 佢戴住寬邊帽，外形活潑親切，自推出之後迅速成為東德民眾心目中嘅親切符號，亦都廣泛應用於交通教育以及兒童節目裏邊。德國統一之後，雖然原本計劃全面統一交通標誌為西德嘅設計，但係因為民眾對 Ampelmännchen 嘅懷舊情感以及文化認同，令到佢可以保留，成為東德懷舊文化嘅代表之一。佢衍生出各式紀念品以及文創產品，象徵一段德國歷史嘅獨特記憶以及文化延續。腓特烈大帝騎馬像係德國最具代表性嘅紀念雕像之一，紀念18世紀普魯士嘅君主腓特烈二世。腓特烈大帝喺1740年至1786年間在位，自幼聰穎，熱愛文學以及哲學。即位之後以高超嘅軍事才能喺7年戰爭中力挽狂瀾，使到普魯士崛起成為歐洲強權。佢亦都實行開明管治，推動法治，提升國力，係18世紀歐洲最具影響力嘅君主之一，並且奠定咗日後德意志統一嘅基礎。柏林洪堡大學係柏林目前4所公立大學裏邊最古老嘅大學，由普魯士王國文教部長洪堡等人建立。當時就淨係叫做柏林大學嘅啫。佢喺1810年秋天開學，係世界著名嘅頂尖學府。
大學經歷幾次改名，喺1949年佢重新命名為柏林洪堡大學。柏林軍械庫建於1695年至1706年間，原本係普魯士嘅火炮軍械庫，見證咗德國300年嚟嘅軍事、政治及文化變遷。而家係德國歷史博物館嘅主要館舍。宮殿橋喺1821至1824年間建成，因為鄰近柏林皇宮而得名。橋上邊裝飾有8座新古典主義雕像，主題主要圍繞希臘女神雅典娜以及勝利女神尼基，象徵英雄主義及國家榮光。喺東德管治時期，呢座橋改咗名叫做馬克斯恩格斯橋。到1991年德國統一之後呢，又改返原本個名。